如果要说事业有成的男人在爱情里最怕遇到什么呢？其中一个绝对就是遇到一个只是看上你的钱并不爱你的女人。因为追这种女人的话，轻则你人财两空，重则你会被所有的人嘲笑，包括你身边的人。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只要你有3件事情你把它做好，你就可以完全规避这一类女人，而且同时找到真正爱你这个人的女人。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教你怎么做到这3件事。你好，我是 Yuri， 我是一名指导过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单身男性成功交往到年轻理想女友的一个情场战略家。今天呢，我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是怎么样看穿你追的那一个女生，她是爱你的钱，还是她是真心爱你的3个方法。为什么我会讲那么有争议的话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之前就在上个星期，我的一位朋友叫 Jason， 当然是化名 ，OK。他是一名就是开着保时捷，而且有3家分公司的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然后他的情况有点妙，因为他属于那一种就是只要一遇到喜欢的女生，他就会头晕，对女生非常非常好的那种女生，很愿意为女生花钱，该花的不该花的他都会花，甚至会借钱给女生。你看一个那么好的男生他总是就是他告诉我一个感觉，就是女生他感觉到女生好像只是想要花他的钱，所以才答应跟他约会的。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告诉我，因为不止一次他只要拒绝女生这些要求的话，女生就会跟他断开联系。我就问他什么是断开联系，他说有些可能直接就不回复他信息，有些可能会直接把他封锁掉。然后他跟我说，这个还不是最早的，因为其实他在怎么样吸引女生，怎么样交到女朋友方面，他也同样不是非常的在行的。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他好不容易的交到了一个女朋友，他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稳了，终于可以终成眷属，白头到老了。可是他说有一次这个女生喝醉之后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开玩笑啦，这个女生她竟然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的这位朋友 Jason 那个警戒心马上飙到最高。那么这个女生她说了什么呢？她是说她说她虽然是一个开玩笑的口吻说，就是如果我的这位朋友 Jason 有一天突然被外星人绑架了，那么他的财产和公司就都会变成我的了。然后说完他还在那里笑那个时候Jason 他听完之后他并没有感觉很好笑，反而他的感受是他第一个想法是，难道这个女人又是为了我的钱而来的？他马上就有这一个感觉。后来就是他就跟这个女生也慢慢处得不好，因为都有这个心结了嘛，怎么可能处得好？然后有一天他就主动跟这个女生提分手。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女生后来还来跟我喊冤，希望我帮个忙还是怎么样。不过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分手了。然后我们这位 Jason 大哥他就做了很多男人也做过的一些，甚至可能有钱男人都做过的一些事情。这是什么呢？他在跟女生接触的时候，他会尝试装穷。他甚至他那一辆保时捷他都不敢再开出门，他就买了一辆就是很普通的那个国产车。然后可能他觉得到一个时间点，可能到一个阶段过后，他再跟女生坦白他家里其实很有钱。然后如果你们这时候觉得就是那种偶像剧的那个情节要出现，那个女的我没有关系，我只是爱你的人，没有 OK。 女生基本上后来都会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他说就是女生都会认为Jason 他并不信任对方。如果坦白讲，如果我这样子被不信任，我也会生气啦。所以Jason 问我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因为他觉得就是他交女朋友已经很不容易了，很难交到女朋友了，然后就是还要害怕对方可能是为自己的钱而来的，因为不知道怎么分辨嘛，他不知道怎么样分辨就是对方到底是不是为了自己的钱，毕竟人心隔肚皮。所以他到了40岁他都还单身，到底要怎么办呢？ OK， 各位，如果你是他的话这个情况应该要怎么办呢？可能当然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关系。
今天呢，我就把我分享给他的那3个方法，我也分享给你，让你在互动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瞄准你的钱的拜金女。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观察她对金钱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很简单，一个女人她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会决定她对待男人的态度是如何的。就比如说，如果有2个人 ，OK， 有2个女生，她们同样都中了一个大彩票，中了一笔巨款，然后如果有一个 A， 他的选择是挥霍无度，疯狂享受，然后 B 他选择用这一笔巨款，可能一小部分拿出来享受一下，然后其他的部分他拿来学习，他拿来创业。各位，你们觉得2个人之中谁的金钱观更好呢？是 A 还是 B 呢？不用讲，肯定是 B。因为原因很简单一个不是单纯爱钱的女人呢，当她得到一笔大钱的时候，她是会选择用这一笔钱来做未来规划的，因为她注重未来嘛。然后通常注重未来的这种人呢，他是不会想要就是从别人身上剥削金钱的，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如果是反之的话呢，那就是反之。所以你可以在跟一个女生互动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就是假设问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中了一笔巨款，你会怎么做？如果她的回答是我想要学习我想要创业或者就是她想要做一些比较可能伟大的事情吧 ，OK， 对自己的成长有帮助的那些事情，这个女生可以考虑。可是如果这个女生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中了一笔巨款，她要疯狂享受的那种，那么这个女生你就要小心了。第2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她是否有就是那种想要努力完成的那些人生目标。因为其实你只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情那些很有事业心、很有上进心的那些女生她们通常都不会要求就是男人要送礼物给她们的。而且重点你会发觉她们不怎么迷恋奢侈品，她们有，可是她们并不迷恋。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个不仅限于女生因为所有就是有目标、有上进心的人他们都会觉得就是去觊觎别人的钱是一种非常可耻的一种行为。所以如果他都觉得这个行为是很可耻的话，那么基本上他是不会对你做这一件事情的。那么你要怎么样知道这个女生她到底有没有这种事业心，有没有这种上进心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跟女生互动聊天的过程中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了解女生她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她有没有想要创业她有没有想要就是可能有某个工作的职位是她想要爬上去的。如果女生你在跟她聊这个的时候，她可以跟你侃侃而谈讲述她的这个目标的话，那这个女生我觉得是不错的。可是如果那个女生她没什么目标，她最大的那个愿望就是躺平做咸鱼的话，那么我劝你还是远离她比较好。第3，这个方法很重要，记起来，就是观察她的消费方式是否是合理的。什么叫做消费方式是否合理呢？就是他的消费符不符合他自己的能力。 OK， 我就给一个例子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种女生，她平时她的那个消费是她的收入的好几倍的。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她买那个奢侈品买的很恐怖，然后你看她的 IG 的时候，她时常有什么在游艇上面的照片各种各样那种很昂贵的地方旅行的照片，可是他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职员而已呢。所以如果你发现就是这个女生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同样你就要远离她了。因为通常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不想努力但是虚荣心很强的这种男生他们是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服自己去榨干男人，认为男人就是他经济来源的。他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这样子告诉自己，他可以很心安理得的认为就是他就是应该榨取男人来满足自己的。那么你要怎么样知道就是这个女生她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其实方法同样很简单，观察她的社交媒体。如果你发觉一个女生
他的社交媒体哦，真的都是那种哦，就是很奢靡的那种生活。可是你发觉他的工作其实那个收入跟他的生活消费是不匹配的。这个时候真的不管他多漂亮都好，有多远你就要离多远。OK， 好，最后为了奖励你看到这里OK， 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就是如果你想要在今年内成功脱单，成功跟自己喜欢的女生交往的话，你可以在置顶留言或者咨询栏里面有一个 URL， 获取这一个我花了14天时间去制作的这个爱情独孤9件的脱单攻略本。因为这个攻略本将会告诉你男人从单身完全没有女朋友的状态下，到可以成功拥有女朋友所要做的4个步骤。对，就是4个步骤，不多。而且就是要记住，这个是限时免费的就是现在你点进去，如果你还可以拿到的话，你算运气好了 ，OK。所以你可以在我们限时免费结束之前就是按进去我们的这个 URL 里面，置顶留言还有资讯栏里面都有这个 URL， 去获取我们的这个攻略本 ，OK。所以最后在这里祝你可以用最快的时间成功脱单。我是 Yuri， 我们下一次见。